我们认识吗？你帮我摆脱一个讨厌的男人。今晚见。小妹，不要跟这种人在一起。大哥，我爱贝多芬，我是不会让你拆散我们的。又跟老婆吵架了？啊，不吵了，离就离嘛，有什么好吵的？我无所谓啊！无所谓就无所谓啦，你干嘛这么大声啊？滚啊！什么是所谓幸福？是份礼物，还是生活态度？喧哗的马路，匆匆脚步。打一个招呼，笑容生疏，抱怨着辛苦，却还义无反顾。眼神里似乎只剩羡慕，得到跟不上想要的速度，拥有了越多，快乐反而越模糊。什么是所谓幸福？是份礼物，还是生活态度？什么最值得我们记录？值得我们追逐？那些最感动的是否已无助？大头，跟我搭牌子。对了，傻夫，你在干嘛？我麻将听到 Dim 在叫我。哎呀，这有什么奇怪？我做梦也听到老妈在叫我。看来可能是我的幻觉了。算了，我们走吧。对不起，给你们添麻烦了。他有病，你们报警也没用，一切损失我赔偿好了。阿妮达， Yes, sir. 你是怎么看着他的？ I asked ma'am not to go up, but she don't listen to me. 我不是叫你把家里锁得紧紧，把钥匙藏起来吗 I did, but ma'am said ？What did she say？ she said she want to go out buy something. 以后不管他说什么，都别理他。 Yes, sir. 我只是想出去买点东西。你有没有吃药？我问你有没有吃药？有有。没有？你知不知道我最讨厌人家说谎？知道那你知不知道我最讨厌人家不听话？知道。知道了你还跟我作对？我听话，我不说谎了，我吃药，我现在就吃药。不要再给我惹麻烦。喂，嗨 ，Krista。你是 Galliano？ 没错，我决定先把部分资金转入你们的银行，大概30万美金。我把我的资料 email 给你，你帮我处理一下。
好啊，没问题。谢谢。不客气。Chris，吴先生，你的客户服务经理已经换成 James 了，有什么事情你就找他吧啊。知道啊，不过为什么你看起来好像很怕我啊？没有啦，我在赶时间。Chris 啊，其实我很听你的话啦。你叫我不要出现在你的家门口，我已经没有出现啦。你叫我不要打电话给你，我也没有打电话给你了啦。我对你啊，千依百顺，唯你是从。对不起，我真的赶时间。哎 ，Chris 啊，我不会耽误你太久时间的。那这份礼物送给你。不用了，谢谢。要啦，这是我的一份心意。不用了，真的不用了。我不在的时候，它可以代表我陪你睡觉啊。喂，你干什么？你不要缠着佳怡啊！你是谁？我是佳怡的男朋友。啊？你骗人 ！Chris 说过他没有男朋友的。Chris 哈。哎 ，Chris， 你的礼物啊！先生，放手啊！你不要拉着我追女孩子！先生，别，你再不放手，我就打你啊！先生，冷静点。没用。喂，不要过分！停！Chris 走了 ，Chris 啊！请问改莱诺先生有订位置吗？有，不过他叫你先到3楼的 ballroom 一趟。哦，谢谢。 8万，9万，9万5，9万5一升，9万5两升，10万，10万5。对不起啊，拍卖会延迟了，我有几样东西要标，能等我一下吗？ 这只钻石名表价值非凡，底价12万、13万、13万5、14万、15万5、16万、17万5、18万、18万1升、18万2升、18万3升，成交。 著名品牌迪罗尼经典系列，名设计师卡瓦蒂娜设计的白金项链一串，底价1万2，2000一跳。哇，漂亮哦！ 最近经济情况很糟，不管做什么投资，都好像不大安全，所以我决定买一些奢侈品，当做投资。等经济好转，用20万买来的东西可以叫价100万。那除了要有本钱，还要有眼光啊！我的眼光一向不错的啊。怎么样？这酒合你胃口吗？嗯。 谢谢。来，为你的美丽干杯。应该是要为你的收获干杯吧？那就为我的收获，你的美丽 ，Cheers。我有一个问题想问你，你可以不用回答。你有男朋友吗？有。 如果你回答没有，我就不打算交你这个朋友了。为什么？因为你不老实啊。那很不公平，怎么能凭这样就说我不老实啊？因为像你这么漂亮的女生，不可能没有男朋友的。你太看得起我了。我不只看得起你，我还深深被你吸引。你又开玩笑了。
你有男朋友那不是问题，只要你还没戴上婚戒，那我就有机会把你抢过来。啊，小姐，麻烦拿这个给我看看。这个要多少钱啊3200。哦。让我再考虑一下。喂，Judy， 我桌上怎么有个盒子啊？快递送来的。好，那谢谢。喂，Galliano， 收到吗？我特地不要来送给你的。你真是吓我一跳啊！我知道你喜欢。不，这么贵重的礼物我不能收了。漂亮的首饰，本来就该戴在漂亮的女生身上嘛。喂。放心吧，陈老大，你在香港等着收钱好了。没问题，我一定有办法把那些钱洗得干干净净。噔噔！是我啊！哎，佳怡，是你啊！我以为又是那变态的家伙啊！我想给你惊喜嘛。惊什么喜啊？有心脏病啊，都给你吓死了。佳怡，送给你的。无端端的买束花干什么？你不是说我不够浪漫吗？少来了！你干什么？佳怡，嫁给我。我知道我这个人不够浪漫，但是会努力学习的。我知道钱赚不够多，但是我会将我这一生中最好的都给你。我会让你永远幸福快乐的。嫁给我好吗？哦，太好了，你答应了。这戒指花了你多少钱啊？哦，这戒指吗？这戒指原本是3200，但是我讨价还价扣到来差不多是2800。3200减到2800。对啊，怎么样？很不错吧？你买一个求婚戒指都要讨价还价。买东西当然要争取最好的价钱啊，这是消费者的权益嘛。果然是读经济学的。这戒指既漂亮，价钱又公道。你的浪漫跑去哪里了？看到了吧，浪漫是学不来的，骨子里没有浪漫的细胞，硬要学浪漫，不但浪漫不起来，还会让人觉得毛骨悚然。还给你。佳怡，你不嫁给我了？你把它留着，送给更适合的人吧。我很累了，要休息，你也回去吧。哎，佳怡，如果你不喜欢这戒指，我可以拿去换的。这次我不会再讨价还价了。这根本不是讨价还价的问题，是你不适合我。可是我们在一起这么久了，那又怎么样？两个人在一起，那就表示一定要结婚吗？那我们谈恋爱来干什么？我们像谈恋爱吗？对不起哦，我没那种感觉，我只当你是好朋友。好朋友？我真的很累了。佳怡，你是不是有了别人？你是不是爱上了别人？那个人就是Galliano。你今天下午匆匆忙忙的，是不是赶去跟他见面？白传一，我的私生活不需要你来过问，我跟谁交朋友也不需要你来批准。
大头，哎呦，还在睡觉，起来起来起来，哎，快点起来！你阿妈给你电话啊，放在哪里啊？看有没有人打给我。你放在哪里？啊？快点，有没有？什么都没有。没有啊。哎呀，大头，你都没有开电话，当然什么都没有啦。可以用 message 的吗？什么来的 ？message 都不懂，真是了。懂。哎，不要睡，起来起来起来，起来！我跟姐姐借一本书给你读啊，你用心读，有不明白的地方你画圈圈，等姐姐回来的时候问她懂不懂？拿住。姐姐讲的没有错的，少年不努力，老了就悲伤，懂不懂？那你好啰嗦啊！不要啰嗦了，用心读啊！我去做工了，电话收好啊！快点起来读书啊！拜拜。又一个。妹夫，起来做工了。不去啊！周末不要做工。都家破人亡了，做什么工啊？什么家破人亡？起来去！妹夫，讲清楚，什么家破人亡？这严重，快点讲。你自己知道了，还问我干嘛？嘉欣跟我离婚，不就家破了？叫人亡哎！他带着琪琪跟那罗建国在一起啊，肯定不会有好日子过的，分分钟还会闹出人命，不就人亡啊？大妹跟你在一起，麻将没好日子过。哇，你嫌我不够刺激啊？不是这个意思，妹夫不要胡思乱想。大妹不会跟你离婚的，姐姐说过，她说，Daddy， 妈咪不会跟你离婚的，她吓吓你而已。琪琪，她在安慰我。她不是安慰你的，姐姐还说，如果妈咪要跟你离婚了，早在800年前离婚了，因为你是那个鸡翅膀鸡屁股鸡什么了？鸡肋。对，鸡肋啊！又说什么吃什么弃之无味，弃之可惜。对，大妹不会跟你离婚的，因为你是那个鸡肋。鸡肋是什么？我怎么知道？都快家破人亡了，管他鸡什么鸡啊！不会家破人亡的，妹夫。嘉欣现在跟那个罗建国2个已经在。你怎么知道？我听到他讲电话。你又偷听他讲电话？我是要上厕所的，刚好经过，听到他在里面讲秘密电话，左一声啊建国，右一声建国，多亲热，你知道吗？他约了9点见面了。正在见面？当然是找律师啦。那罗建国答应啊，帮他还那个律师费啊。他这个婚啊，不离白不离啊。这里没有阻挡，窗一打开，风就呼呼响，非常凉爽的。又是28楼，你是做生意的，住在这里肯定会让你花得不清不楚。是不是很好？很好，很好。周围的环境是不是很漂亮？很漂亮，很漂亮。难得你对这间房子的评语那么高，又是好又是漂亮，我没有介绍错吧？我是说，你很好，你很漂亮。别开玩笑了，说真的，这间房子你喜欢吗？你呢？你喜欢吗？最重要的是你喜欢，因为住的人是你。我倒是想听听你的意见。我当然是觉得很理想才会介绍给你的。现在碰到金融风暴，物价跌了2成，是进场的好机会。如果有多余的钱，投资房地产是最好的选择。钱应该不是问题，只要你喜欢，我就买。不，住的人是你，你喜欢才重要。嘉欣，我已经决定了，如果我买这房子，我希望你能够搬进来跟我一起住。哦。其实我一直在控制我自己，我告诉我自己，我不应该干涉你的家庭生活。
但是那天我看到他这样子对你，那是意外啊。就算是意外，也不能够原谅。你是他的妻子，他怎么可以这样子怀疑你？怎么可以跟踪你呢？他这样子做根本就没有资格当你的丈夫。一对男女走入结婚的礼堂，不是向着牧师、向着神父发誓说要彼此信赖，永不怀疑对方的爱。我们不是在教堂举行婚礼，所以没有牧师，也没有神父。嘉信，你不要再为他找借口了。你听我说，我已经决定了，我不能够让你过这样的生活。纵然有万水千山的阻隔，纵然有世俗所不容的眼光，我也要义无反顾，我要轰轰烈烈的爱一场。建国，你不要这样。嘉欣，你离开他吧，你跟我在一起，我能够让你过得无忧无虑，你不需要再奔波，不需要再为金钱而烦恼，更不需要担心会有椰子打到你的头。建国，你冷静一点。我已经是很冷静了，我真的很冷静啊。我要是不冷静的话，早就已经是一发不可收拾了。嘉欣，你也知道我对你的感情有如奔腾的江水，绵绵不绝，直到天荒，直到地老啊！哎，我不是你想象中那么完美的。我这个人啊，脾气超臭，动不动就大喊大叫、胡乱骂人。达明就吃过好多苦头啊。哎，那是当然的，他不是一个好丈夫，被你骂是活该的。我学过柔道，还是黑带，有时候被气疯了，就会不由自主地动手摔人呢。太好了，我就是喜欢你这样子，真情流露，毫不扭捏作态，想骂人就骂人，想打人就打人。啊，我简直就是太过崇拜你了。我还有一个缺点啊，是什么？我说出来会很尴尬的。没关系，你说。我爱放屁。出了绝招，你还不知难而退？我也是啊，你知道吗？如果我们两个人在一起的话，那就应验了那句话，臭味相投啊！太棒了 ，Give me five。美湖，你要振作一点，不管风有多大，浪有多高，你都不要这么容易被打倒。我，哎，那么深奥的话你都说得出啊？你不要以为我没有读书啊，不懂得人生道理。做男人最重要就经得起风吹雨打。好了，不要再说了，我去做工啦。吴夫啊，麻烦你帮我去点货。哦，谢谢啊。喂，给你什么？灵芝粉。啊，不要。你呀，整天无精打采，这个啊吃了会精神一点的。很贵的，多少钱啊？不用算钱。不要。Free。奇怪，不收钱，会吃死人的啊！你这个人真没心肝啊！人家对你好，还疑神疑鬼的。你才像鬼啊！你什么时候冒出来的啊？不然怎么会知道你们的秘密啊？我们什么秘密啊？你和他不可告人的秘密喽！喂，碗里乱洗，话不乱说哦。乱说，又不见得他送一罐灵芝粉给我吃。哦，难道阿莲暗恋我？哎呀，宋大明啊，宋大明，原来做了嘉兴啊！在别的女人的眼里啊，你还是那么有魅力的。老妈，是你在找妈妈吗？是啊。我有她的消息。我老妈在哪里？给我咖啡钱，我就告诉你。我没有钱。那就拜拜喽。哎，等一下，你要多少钱？哎呀！喂，你想撞死人啊？你要去哪里？不关你的事。大哥，你在干嘛？洗厕所。
啊？洗厕所？你现在是助理啊，为什么要洗厕所？没有关系啊，阿嫂在忙，我帮她。哈，你不要乱讲啊！想害我被炒鱿鱼啊？是他自己要做的。是我要帮你的。笨，以后啊，不要对这些底下人太好。底下人谁是底下人？这里辈分最高的人就是我，我的下面就是主厨。不是嘞，麻将每个人在听他讲话。因为他管行政，理智力我比他高。那主厨底下呢，就是小王烂厨师。厨师他不像烂厨师，他煮东西很好吃。在我眼中还是烂。哎，我过吃饭了啊，你们先吃。那，他们的底下呢，就是你这个助理啊。你的底下呢，不就是他咯？你不应该帮他，还应该叫他做这个做那个，这样他才会怕你啊。我不用阿嫂怕我的，阿嫂很可怜的，腰酸背痛、风湿膝盖痛，我看到他想到我妈。你真是没药救了。莲姐，我去吃饭了。啊？吃饭。周末。哎，没事，吃饭吧。整天吃饭吃不厌的咩？不吃饭吃什么？就这个喽。哇，好漂亮哦！你做的？这里除了我之外，谁会那么有水准啊？才夸你一句你就飞上天，不知道好不好吃？那你就试试看啊！不要给别人看见啊！哎，去。谢谢你啊。骗你们吧，他们两个一定有一腿啊！哇，什么人啊什么？你吃饭吧。都说了嘛，宝刀未老。叔叔，是你打电话给我的吗？是啊，你一个人吗？嗯。钱带来了没？带来了500块。拿来。哎，你先告诉我妈妈的地址。我已经把地址写在这里了，你照着去找就行了。来，我先走了。骗人的，哪里有地址？把钱还给他。不行。给我！放手啊！琪琪，危险，让他走吧。快跑！嗨，以为他很聪明，我也不笨。你知不知道这样做是很危险的？如果你没出现，什么危险都没有。他就叫你不要到处乱跑，你怎么就是不听他的话？一天到晚不是睡就是给人添麻烦，怪不得你妈咪不要你。喂，你走这么快干嘛？喂，你哭啊？你才哭啊！好了，帮你找你妈咪喽。谁让你帮啊？找到他又怎样？他都不要我。不会啦，哪里有爸爸妈妈不要自己的孩子的？有啊，我爸爸就不要我，现在连我妈妈也不要我。这么久了，一通电话都没有打给我，他真的想把我甩掉。先 search 看看有没有你妈咪的消息。你妈咪叫肖明珠，对吗？
有哎，有个 blog 提到你妈咪的名字。blog 是什么 ？blog 是博客、网上日记。上面写什么？你不会看啊？我年年读书都是最后一名。OK， 你那么大声，我耳朵都快聋了。读给你听就是了啦，快啊！你不要催啦，字那么小，要看清楚一点嘛。有个叫肖明珠的女人，她是个女人。笨蛋，我老妈当然是个女人啦，又不是我讲的，我只是照着念而已嘛。我老妈现在在哪里？她现在下落不明。喂，你干什么？没有啦，就这样，你没骗我，你不信啊？自己再说。我不会，那就没办法了，谁叫你不爱读书？琪琪，我回来了。我妈咪回来了，妈咪。这就是琪琪啊。是啊，你也好几年没看见她了。嗯。快点，跟建国叔打招呼。嗨。什么嗨？叫建国叔啊？建国叔。乖，哎，你知道吗？我以前认识你的时候啊，你才这么高，现在一下子长这么大了，而且啊，还长得很漂亮啊，很像你妈妈啊。啊？我是说，谢谢建国叔夸奖。真是有礼貌。建国，你随便坐，我去倒杯咖啡给你。琪琪啊，这。妈咪，你太过分了！什么过分？你怎么可以把爹地的眼中钉带回家？什么眼中钉？爹地说就是那家伙叫你跟他离婚，还帮你请律师。啊？你爹地告诉你这些？一家人本来就应该同舟共济，没什么好隐瞒的嘛。你不要受你爹地影响啊，他神经有问题的。妈咪，他不是神经有问题，他是紧张你。紧张我？我看他是处处想干涉我。我跟建国只是朋友。难道我交朋友权利都没有吗？那就要看那朋友是不是别有居心了。什么别有居心？看他笑容就知道啦。啊？过来。他的笑容怎么啦？阴险、狡诈、毒辣。你这个小嘴巴够毒够辣的，你少来这一套啊！我知道你已经被你爹地收买了。妈咪，我再一次警告你，不要破坏我的好事。好事，妈咪，你们想说什么？你想到哪里去？我带他回来是来签 option 的。那间公寓的卖价是180万，我的佣金是1.8万。他果然阴险，居然利用卖屋子来诱惑你。你说什么？妈咪，我是怕你财迷心窍，中了他的计。你以为他真的有这么多钱吗？爹地说他只一间小中药店的少东。你爹地也知道是10年前的，人家都有本事啊，把祖屋区一间小小中药店发扬光大。现在不止开了10多家，还有自己的工厂，专门生产各种中药补品啊。哎呀，当年啊，我看走眼了，把注压在你爹地的身上，今时今日才那么凄凉的。妈咪，如果你没有跟爹地在一起，又怎么会有我那么聪明伶俐、人见人爱的女儿呢？你少来这一套！我再次警告你，如果这笔佣金飞了，我就……妈咪，你不要拿我来任柔道。知道就好，还不滚回你的房间做功课？哦。来，建国，喝咖啡。好，谢谢。嘉欣，你知道吗？你穿上婚纱真的很美。在我眼里，你是这世界上最漂亮的新娘，就像一朵娇艳的花儿，一片柔和的云，一杯没有受污染的纯净水。天哪，实在是受不了！完了完了，女人最爱听肉麻的话了。我一定要阻止这阴险小人破坏我的家庭。怎么
么样啊？我中午特别做给你的寿司好不好吃啊？是怎么样？就是好吃啦。好吃到什么程度啊？好吃就是好吃啦。1到10啊，你打几分啊7分。才7分啊？8分啊。我告诉你啊，我只是做给你一个人吃而已啊，别到处乱宣扬啊，让这些烂厨师学到我的功夫。喂，我吃了你的寿司，我觉得其实你是有本事的啊。还有说。喂，那你为什么不要努力一点呢？我相信啊，如果你肯努力啊，你不只有现在的成绩的。像我这样的人才啊，到现在还跟这些烂厨师待在一个厨房间，很委屈我了。要我怎样？跟他们一样到处乱拍马屁啊？讲你一句顶我10多句。等一下。怎么？再拿给他们。这些蛋是拿给你做的。我叫你拿就拿啦。你要拿你自己拿，我才不要被挨骂。哎。大哥啊，你帮我出这个单。可以吗？我只是一个助理啊。我说你行就行啦，这么简单的菜啊，闭上眼睛都会做啦，什么问题问我啦？真的可以啊？别人说就不可以，我说谁敢放屁啊？那好好的做，做得好的话，我叫老板让你做厨师。好，这个我会做。喂，主厨啊，宋达明又要造反了。大头，你知道为什么狗要到处撒尿吗？为什么？那是为了宣示地盘。宣示地盘？他们每到一个地方就会撒几滴尿，告诉他们的同类这是我的地盘。那个坏蛋上门来也是为了宣誓，他要来跟我爹地抢夺妈咪，太过分了！我这个人最讲义气，你帮我找我老妈，我帮你对付那个混蛋。我们一定要给他一点教训，让他知难而退。哇，这杯咖啡太香了，让我想起了以前。你知道我喜欢喝咖啡，你还亲手泡咖啡给我喝。我还记得那个时候，你特别挑选了哥伦比亚的咖啡豆，还是你自己磨的。纵然往事如云烟，偶然我还是会想起那杯咖啡，那一阵萦绕不去的香味，就好像是现在这一杯。现在喝的是3合1，方便啊。即使是3合1咖啡，只要是你亲手泡的，我还是一样，喝在我口里，暖在我心里。你慢慢看，我再帮你加多一点。妈咪，小鱼说有事找你。哎呀，跟他说我没空啊。他说有重要的事找你。喂，大姐，你说说大哥好不好？叫他不要整天来干涉我和贝多芬的事。他又跑来找贝多芬，逼他跟我分手。你以为只有你是受害者啊？我也是自身难保。我们夫妻之间的事，大哥有的没的都乱插一脚啊。再说大哥这么做也是为了你好啊。你也知道我一向来不喜欢你跟贝多芬在一起，他一无是处那就算了，还去吃迷幻药啊。OK stop， 叫小鬼听。来。喂，小姨啊。小鬼，我的任务完成了，全靠你了哈。谢谢。发生什么事啊？蟑螂。蟑螂？哪里？在那边吧。
没有啊。可能是我眼花吧。来，喝咖啡。哦。你怎么啦？慢慢喝。建国，喂，没事吧？啊？妈咪，他在博取同情，你不要中了他的计。放开我，妈咪！我对胡椒粉敏感啊！建国，建国，建国！这是我特地为你而做的，我对你的心始终不变。来，我也为你。哦。你在口。吃完了没有啊？你在干什么？你没看见吗？我在试新菜。这个好像是我这位行政主厨的工作吧？我够投入哦。投入？你只要投入自己的分内工作就好了。口水啊，老兄！你竟然把自己的工作交给一个助理去做，你怎么可以这么不负责任呢？妹夫，做好了。你这种水准都可以拿给客人吃啊！我竟然能够一而再、再而三的容忍你，我真的是太善良了。但是善良也是有限度的。你在笑什么啊？我在笑你啊！生气的时候挺可爱的。你真的不明白你在生气什么啊？其实我在办公室啊训练新人。主厨啊，这就是他训练的新人做的。这是五福做的，他才做了几天的助理，宋达明就让他做东西给客人吃啊，这分明没有把客人放在眼里嘛。我们不知道要在厨房做多少日子啊，才有资格做东西给客人吃啊。宋达明这样做，简直是在侮辱我们嘛。所以啊，我请主厨你不要再善良下去了。你们造反了啊！我当厨师的时候啊，你们还在地上爬啊。宋达明，我们受够了。你整天像个大哥一样指指点点，但是我们看不出来你哪一点值得我们尊重的。安静。五福啊，这卡自动做得不错啊，我可以吃得出来你是有用心在煮的，不像有些人只是敷衍了事，根本不把顾客放在眼里。像这种厨师啊，即使他做再久啊，在我眼中根本不会当厨师啊。主厨，你在讲妹夫啊？主厨，你大人有大量，给我妹夫多一次机会。好吧，我这个人啊，就是心肠太软，人太善良了。继续工作。主厨，敢公然让我滚蛋是不是啊？我是代表大家。明明是你，还来别人的是不是？我宋达明好欺负是不是啊？我也不是好惹的。让你看看我的少林拳。什么是所谓幸福？是份礼物，还是生活态度？喧哗的马路，匆匆脚步。他一个招呼，笑容生疏，抱怨着辛苦，却还义无反顾。眼神里似乎只剩羡慕。
得到跟不上想要的速度，拥有了越多，快乐反而越模糊。